这段名人堂演讲来自另一个世界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给我那么大的欢呼，比蒂姆和凯文的大声那么多，这让他们很尴尬。蒂姆和 KG 都是我职业生涯当中的伟大对手，我很荣幸今天能和他们一起进入名人堂。有了这些对手，才真正激发我的能量，我的斗志。比如，如果不是他们，我一定可以拿到6个总冠军。当然，现场就有一位伟大的6届总冠军，迈克尔·乔丹。如果说一开始进联盟的那个18岁的孩子为什么如此强硬，那是因为你，迈克尔。我一开始进入联盟的时候，希望拿到8个总冠军，我有点生气自己只有5个。也不是因为没有达到最初的目标，而是我觉得自己没有追赶到你。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有信心，相信自己有一点能够超越你。但是我进入联盟之后，我才意识到和你的真实差距。记得有一次全明星赛，你的一个变向急停假投把我晃飞了，我判断到了你的变向，于是我说我知道你要往那边走。迈克尔反问我，如果你知道我要往那里走，为什么你还要起跳？我回答他，你都已经假投了，我还能做什么？乔丹说利用脚步啊。我看了无数乔丹的录像带，我以为我知道他的所有细节，但实际上他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预判都比我想象的还要完美。我为此继续研究迈克尔的比赛。谢谢你，你是我取得这成就的动力。我其实也挺想完成2次3连冠，该死，乔丹就有2次3连冠，而且还有很多黑我说我的这个3连冠最大的功劳不在我。当然，客观上看，也许是真的，但黑面巴不会承认的。我跟奥尼尔之间发生过很多故事，这些故事也养活了一批记者。我跟沙克的故事，大家都应该知道。我们都是极端的竞争者，当时的我们也都太年轻。不过说实话，奥尼尔是一个很棒的人。1994年的时候，我去奥兰多看魔术的比赛，当时我是便士哈德威的超级粉丝，我想跟他合个影，但是便士没理我。我找奥尼尔合影，他爽快地答应。那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。后来奥尼尔去到湖人的那个夏天，我意识到我要和这个大家伙当队友了。感谢把我带到湖人的杰里韦斯特先生，让这一段故事发生。选秀之前，我到湖人试训过，杰里在场边全程观看。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在计划什么。试训结束之后，我的经纪人特勒姆告诉我，你知道刚才韦斯特说什么吗？他说会想办法把你交易到球队。没有韦斯特，当时那个来自费城的高中生不可能在洛杉矶开启这一段20年的美妙旅程。我还要感谢我的良师，我的益友菲尔·杰克逊。菲尔在执教我的时候说的最多的2句话，一是对着替补席喊科比·布莱恩特上场，
二是你得执行我的三角进攻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领略到菲尔的篮球哲学，不然他也不会成为 NBA 历史上胜率最高的主教练。当然，这里面有我一半的功劳。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儿，菲尔经常让我们在一个有鼠尾草的房间里冥想。乔丹和奥尼尔，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其实也不知道禅师的冥想有什么好处，但我确实发现在冥想的房间，至少我没有和奥尼尔吵架。如果除了杰里韦斯特，还有什么人能让我们不吵架的，那应该是费舍尔。我跟费舍尔是同届进入联盟，我们彼此熟悉，而奥尼尔对费舍尔也很信任，他很快就可以让我们平息下来，也许是0.4秒吧。我还要感谢我一众队友，我要感谢保罗·加佐尔，我还想感谢巴斯家族，是你们对我的信任成就了我。我几次在离开洛杉矶的边缘，都是你们让我继续待在了湖人，不然可能现在我要感谢的就是杰里·莱因斯多夫或者库班了。库班老板与我关系不错，有一次我问他，你怎么看帕特莱蒂先生把迈阿密的23号给退役了？库班先生告诉我说，别想了，我不会退役你的24号的。其实是那一刻让我决心留在湖人。那是个笑话。我的篮球生涯都在洛杉矶，但我来自费城，在意大利长大。我必须要向这两个地方致敬。在意大利，那里是我学会独处、学会篮球精神的地方，而费城，我的家乡。关于我高中的美好记忆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可是勒布朗在1月把我的得分记录给破了，还是在我的家乡破了我的记录。那几天我一直忙着送 Gigi 去打球，所以没能见证到自己的得分记录被打破。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得分记录被人打破的感觉。这一点我挺羡慕乔丹的，他有2次这样的体验。当然，我希望勒布朗这位伟大的对手能够继续向前，设立更高的标杆，继续穿着湖人的球衣重燃紫金的希望。如果你动力不够的话，抬头看看就好了。上面好像有件我的球衣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是2件。最后，我想给我的家人说些话。我因为从事篮球而被人们熟知，但毫无疑问，对我来说，我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位丈夫，一位父亲。我的妻子瓦妮莎，在我职业生涯无数个日夜里，在那些我不能陪孩子的客场比赛，在我要休息期到别的国家一段时间的日子里，是瓦妮莎替我在陪伴着孩子。这一点我的亏欠我永远无法偿还。我永远爱你，瓦妮莎。还有我4个宝贝女儿，我知道我非常爱你们。娜塔莉亚，你总是很照顾你的妹妹们。作为大女儿，你受到那些无聊的骚扰是最多的。我很庆幸你是一个成熟的大女孩。你也总是站出来维护我。记得有一次在中国，有球迷对着我喊山羊，你想都没想就骂那些说我是山羊的人。还好我站出来，即使道歉了。我真的无法想象我的女儿竟然不知道山羊的意义。Gigi， 你大概是第一个对科比布莱恩特说，但是我的教练说过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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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人了。我当时心想，好吧，你不听我的也行，我只不过是5届总冠军、2届得分王以及18届全明星而已。Gigi 篮球打得很好，你展示出了杀手的气质和不服输的劲头，这些都会成为我为你自豪的原因。
我确实不需要生一个儿子来延续我的篮球基因，有你就够了。我的2个小女儿，也许你们还不够清楚爸爸在这里提及你们意味着什么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拿了5个总冠军之后，你就可以站在这里了。当然，4个也可以。科比笑着望向奥尼尔，鲨鱼假惺惺的用凶狠的眼神回望。我的女儿们，我无比的爱你们。我希望你们明白，如果你们努力，那么梦想自然会实现。你们知道这一点，你们都知道，但希望你们能够从今晚明白那些你早起的时光，那些你努力工作的时光，那些你熬夜的时光，那些你感觉自己没有在努力工作，感觉太疲惫的时光，那些你不再逼迫自己，但仍然还是选择继续那样做的时光，那就是真正的梦想。梦想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这趟旅程。如果你们能够理解，那么你们会发现，你的梦想会实现的一些伟大的事情就会发生。如果你们能够理解，那么我作为父亲的工作就算做好了。今天我作为名人堂成员，这个新的身份站在这里，我希望可以激励到更多人，当然我的4个女儿也列在其中。感谢名人堂，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，谢谢你们。在那一个平行世界，科比在42岁的年纪正式入选名人堂。他还要在别的领域延续着曼巴本性，他还有大好年华，要继续挖掘自我的潜能。在那一个平行世界，2020年1月26日，加利福尼亚州的卡拉巴萨斯市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。科比和他的女儿搭乘着私人飞机前往目的地，这只是身为父亲的科比陪伴2女儿打球的无数日夜中再普通不过的一天。